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TT 社新出的这一款大亚克隆 DA95号的半个大基地。哇，这个东西说起来其实售价不便宜啊，3000块左右的现货价格吧，预定2700块左右，你只能买到一半的基地。盒子的包装是非常巨大的，桌子上面甚至有点放不下。最关键的是，看看人家 TT 的包装，看看人家玩具的保护措施啊。都是这种泡沫的填充，玩具就这么裸放在这里，完全不会损坏，非常的放心。这个就不存在什么开个窗户丢头雕的问题了，它也没头雕嘛。纸品方面有2本啊，一个是指示说明书，另外的一个相当于宣传册子吧，里边的一些噱头了，互动的方式。另外还会有一兜，这个应该是磁力贴，大亚克隆的小人脚底都会有磁铁的，把这个贴在基地上边，某一些地方可以把小人吸附上去。配件的内容5色战队，哇，这个东西就让人想起来日本人很喜欢的这种战队系列了，包括我们曾经玩的战神金刚了，什么也是黑红黄蓝绿，哇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战队颜色区分啊。小飞机左右展开，翻出机翼间，驾驶舱打开，里边就可以乘坐小人了，还是非常帅气的。钻探机前面的钻头是可以旋转的，而且涂装相当精美啊，完全不会有异界的现象。包括这个金属漆涂的非常的有质感。履带是假的，下方有5个辅助的小轮子，而且可以把它变形、翻折。这个卡扣会很紧，扣开。变成了这个长条形的钻洞形态，嘟，而且这一圈都能看到履带啊，确实在作业的时候嘛，你钻个洞变成细长条，这个才是正常的操作。理论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钻洞机，你前边打了钻，这边不就卡土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设计非常合理啊，就很科学。导弹发射车，这个里边可以做2个小人。然后后边这里竖起来它的雷达，急速的导弹，哇，火力很猛，感觉这个家伙应该是防空的吧？下边有3个小轮子，很精致啊，不得不佩服大亚克隆的做工，确实甩了孩之宝1亿条街都不为过。一辆厢式货柜车，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飞的。打开前方这里的小机翼。鼻尖翻出来，下方这里的小轮子往前翻折，哎，拉长，机翼打开，尾翼还往起折，嘚儿立起来，撒，这个里边也可以做1个小人，非常的帅气啊！当然，重头戏还是这辆巨大的战舰了。哇，这个尺寸也是相当的壮观，非常的好看。身上的这些细节点缀、纹理的刻画，包括做工用料，真的1分价钱1分货，在这一款大亚克隆的大基地上面体现的非常明显。贵吗？贵，但是贵的有道理，牛皮。战舰上的舰桥可以向前滑出，飞下来。也是一个独立的飞行器吧，立起来，小翅膀，这边的翅膀打开，起落架扣起来，很夸张的一个尺寸啊！这个东西应该就属于力大专飞的那种啊，金属色加上透明的零件，非常好看。但是呢，这个灰色的料子水纹也太明显了，可以说呀，大亚克隆的产品除了灰色用料上面的一些水纹问题之外，其他的真的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来。如果说在这个灰色的料子上面把水纹遮起来，上一层漆的话，这个效果就更好了。现在一有水纹嘛，瞬间把这个东西的档次往下拉了一些啊。但不得不说啊，这个灰色的料子水纹是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乐高又如何呢？对吧？打开上面的顶盖，哇，里边的整个剑桥驾驶位，5个小人就可以全部放进去。队长插入，放在这里指挥，你就做剑桥吧。
而且这一圈的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内容，很帅。小噱头不仅如此，划出来剑桥的部分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空的地方，我们掀起来这个盖子，明显看到这里有半截楼梯，把剑桥推回去，这半截楼梯在这里，把它往下按，又可以看到余下的半截楼梯已经和下方连在一起了，等于驾驶舱和下方的船舱进行了一个贯通，然后队员就可以顺着这个楼梯哒哒哒哒走下去，从腹部里边驾驶另一台机甲了。小人到达腹部的格纳库之后，这里的盖子打开，滋儿拉出来。这个空间里边有很多的连接插槽，其实可以互通 DA93，也可以搭载在这里边。而现在呢，就把这个长条的货柜，这么卡进去，完全收纳起来。剑身的后背这里2块板，咔咔立起来。然后翻转出栏杆，这个地方的面板上可以贴那个磁力的贴条，小人可以站在这里，相当于2个瞭望站吧。但牛逼的地方在这儿，立起来这个踏板，拉下来卡住。而当你的小人吸在上面的时候，激发开关。电梯升上去了，确实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呀！咔咔立起来，这里还有2个瞭望台。从后面看，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要塞的入口一样，非常的水气。而且，其实大亚克隆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这种带着机械齿轮音啊，滋滋滋滋滋滋。尤其在第一次玩钻石旋风战者的时候，它那个头部自动的伸出，而这回的电梯自动的往上升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再来一次，齿轮嘎嘎嘎嘎嘎拉下来，然后分。太帅了，这个太帅了！到达最上方的时候，左右拉开。电动门，咦，直接拉开就可以看到里边了。其实跟前方这里是贯通着的，哇，这种感觉真的太帅了！从后边开舱门可以直接贯通到前方去。小人迎着曙光踏入了这个大基地，擦，关门。哇，这感觉不行，这个时候得来个变焦。先把小人站在这里啊。然后曙光之门徐徐打开，唰！哇，这个效果怎么样？剑桥的侧面，这里还可以翻出雷达，银色的涂装啊，细节做得非常不错。转到前方，下方的舱室再打开，里边坐着炮台，前后左右。上下都可以活动，非常灵活的防空炮位置。后方这里有一个往前推的开关，当就可以推出一个大型的导弹头，可以理解为核弹头吧。然后再往长拉，可以拉这么长，再往长拉，嘚儿，连带着特效键就可以一起滑出来，还有一个发射的姿态。加入了特效键，瞬间有了灵魂啊！感觉那个动态感会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个透明的零件料子也很好啊，通透感也十足，不会有任何的气泡，不愧大亚克隆。尾部的僚机格纳库，抠着这里打开，拉出来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辆导弹车放进去，插入。从侧面看，履带一片一片的刻画，轮子里边的纹理感，这边的涂装做的很细腻，很细腻。侧面这里还有一个上大基地的楼梯，小人甚至可以摆出迈步的姿势放在这里啊，一步一步登上大基地，准备开始战斗的样子。侧面的武装，这里有2个可以旋转的炮台，也可以把它整个的掀开盖子。但是并不能上下的抬啊，只能左右的旋转。这里还有好多的导弹，以及前方这里的转轮、左轮榴弹炮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机关，
啊，噱头在这儿了。从上方来看，这一块蓝色这里明显有2个板子啊，咔嚓打开，自动升起停机坪，我们就可以把小飞机扣在这里，然后再转动，缩进去，再转动，嘚儿，舱门盖上。哎呦，这个联动，哇，这感觉真的很棒啊！拨一下，滋儿，自动弹出来。这个开关设计的非常，就这种是什么？这种是男人无法抗拒的机械联动。哇，飞起来，展开机翼，拔出安全保险栓，其实就是个卡扣了。然后跑道滑行，牛逼！脚尖这里的僚机格纳库，拨开左右2个扣子，明显感觉僚机出来的时候还有弹幕的掩护。掀开盖，这上边还有弹幕。后边有一个开关，推一下可以把这个板子往前滑，然后就可以把你的小钻探机放在里边。而且这些空的地方全部利用了起来，来收纳僚机，这种感觉的互动非常棒。攻击时的主炮，打开这个地方的卡扣，然后滑道往前拉，180度翻折上来，拉起来，这里的锁扣旋转到前方。哇，3个炮口可以独立的运作，而且炮膛内部还有涂装，相当精美，帅呀！我怎么觉着日本人在设计这款大战舰的时候，总有一种大和号460的那个情怀在里边啊？所以一般来说，这种大型的舰船都会有一个非常猛的火炮放在这前方。当然，更猛的还不止这里。翻到后边来，左右稍微的打开一点点，让出来这2个卡扣，往起提，打开这个舱盖。这里还挺简单扣的。好，这还有更猛的火炮。180度旋转到前方来，这才是这艘战舰真正的主炮。哇，里边的涂装啦、纹理刻画都相当的细致。打开舱盖，感觉火力也是相当的充足，把电梯的这一部分变成了主炮的位置，很帅气，但莫名又很骚气。就是想一想，这玩意儿如果变成机器人，这地方来一根这么大的火炮，是不是挺猥琐的？所以当所有的火力展开以后，就是这样一幅宏大的场景了，感觉在战场上边属于那种战斗要塞级别一样的存在，相当的恐怖。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还可以把剑桥的位置换一个方向，倒着插一下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完全形态嘛！这种机械的复杂感和巨大战舰应该有的细节，以及身上的晚点，这些小的噱头，都是戴亚克隆最出名的地方。同时，精良的做工和优秀的材质，保证了这些晚点以及它的精美程度。当然，价格也是跟着水涨船高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3000块左右拿下的话，绝对是物超所值，一点都不贵。因为它能做到1分价钱1分货，这可不是什么 MP 的素质能比拟的。玩了这么多年变形金刚，被孩之宝洗礼过这么多遍，被壁上村调教过这么多次以后，当你翻回来再开一盒戴亚克隆的时候，你的心情就像是坐上太空电梯一样，直冲云霄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啊，就是这么一款重量级的产品，也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存在吧。好的，回归舰船的初始形态，我们来把它变成人形的下半盘。虽然说现在并不能合体啊，但毕竟这个东西是可以变形的，而且过程还是比较好玩的。首先打开主炮的部分，我们把这一块解锁开，往上推，旋转180度，再扣下来，锁住。接着脚尖的部分，齿轮关节立起来，左右打开主炮位置的卡扣，我们先把它往上推，
接着立起来，看着这么大的一个齿轮关节，我们往下掰它，同时这里有无损的咬扣，把这里结合在一起。但折起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后边的这一块折上来，卡扣卡住，脚后跟再折一个90度放下来，这个时候再贴合。哇，一条腿搞起来，整体往后翻。它这里其实是2个齿轮关节 Z 字盘在膝盖的位置，我们把这2段立起来，让这个腿摆正，腰部立正。看似很多的齿轮关节啊，但实则这个齿轮掰起来会非常的舒适，而且齿位也比较多，不太容易出现那种齿轮虚位的现象，这个是体验非常棒的。前边的2块腿板放上来，左右卡扣拆开，掰1齿，看这个1齿的 A 字站立就非常的不错了。脚踝1齿，齿轮接地，很平稳的立在大地上面。没错，我这里比试的就是 MP 的天火。再翻到后背来，主炮的部分拉下来，这里有一个滑道往上推，第一次会挺紧的。哦，这个地方倒是什么？它有一点点影响转腰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尾巴嘛，会卡住。你在转腰的时候多会儿会绊一点。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拖出，往前推，解锁开这2个卡扣。你就可以整体的把这个滑道顶出来，从胸口以下的位置。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尺寸还是非常巨大的。最让人爽的是这些齿轮关节掰起来完全不费力，相当的舒适。但因为太重了，所以呢侧踢其实已经撑不太住了，这一块重量前踢也撑不太住了。左右这里也有一个齿轮关节的旋转，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度去考虑的吧。确实，因为巨大的尺寸和重量的关系，这一款抬腿这些齿轮关节其实撑不太住，但良好的可动性呢，让它摆出一些姿势来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自走的战斗囊模式了。哇，这个形态其实也挺帅的嘛，甚至可以把这个很奇怪的炮管转到前方来，放在奇怪的位置。总的来说吧，大亚克隆啊，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以贵而闻名的，而很多人又忽略了这个贵本身来说它的设定价值。同样的价格，这个东西如果说3000块你拿到手的话，你会觉得物超所值。身上这么多的晚点噱头，再加上精湛的制作工艺，以及非常不错的用料，还有它身上的这些小的细节点缀，以及每一个方方面面考虑到的设计元素。确实，这3000块钱在你心目中就觉得我花3000会买到一个非常心仪的产品，而且我会感叹这些制作的工艺以及设定的风格。同样的价位，你买 MP 最多买到的或许只是一份情怀，或许你摆在那里站尸，或许这个东西买回来只是报复性的消费，买自己那点童年债吧，仅此而已。但时时际际呢，就拿 MP44来举例，那叫个玩意儿嘛。当年的 MP44发售价格是2650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而这一款 DA95的预定价格是2700块，其实没差多少。虽然它只是半套，虽然你后边还有更多的配件包可以选择性的购入，但这个尺寸摆在那里，以及它所带给你的那种体验，是 MP44给不了你的。MP44除了叫擎天柱之外，还有什么能比得过这款 DA95 呢？而翻回来说，再不济 DA95 是一款什么产品？它在大亚克隆线也是像擎天柱一样的标志性存在。大亚克隆这个标题 logo 上边印的其实就是它上半身的那颗脑袋，所以这就是给我的感觉。你用买 MP 的钱，同样的价位去买大亚克隆的时候，同样为 TT 社出品，同样为可变形的玩具，你会发现2种截然不同的体验。或许这就是 TT 脱离了海之宝的束缚之后，自己独立出来又复活了自己远古的 IP 之后做出来的诚意之作。也别说 MP 是日本人这边操刀，确实只要你跟变形金刚沾边，还是人家海之宝说了算。
但戴亚克隆每一款新作的推出，即使你不玩，你看着戴亚克隆的宣传广告，这个就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了。从最早开始的低端建模，但是到后来，戴亚克隆每一次新产品推出的宣传广告，都如同大片一样的既视感，哇，那种感觉就像是真人电影。所以说，之前的那些小东西小打小闹，你会感觉到啊，这个东西很精致，而这一次的大基地带给你更多的，恐怕只剩下震撼2个字了吧。总的来说，非常推荐的一款产品。当然，现在的价格也有点炒高，如果你是预定价格2700块左右拿下的话，那绝对够精彩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多吹的。这个东西摆在那里就一个字儿，值，起码对得起你花的那份钱。这个才是官方2个字应该有的素质，而不是仗着 IP 在手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告这个侵权告那个侵权，结果拿出来一堆垃圾卖高价的产品。那么得嘞，废话说的有点多，这款戴亚克隆的 DA95号半个基地就是这样了。